巴拉圭通行证拿永居不用等。很多人想拿巴拉圭当避险的备胎，最难的不是门槛，而是没有时间飞去南美耗上2个礼拜办手续啊。现在官方推出 Investor Pass， 人不到没关系，只要钱到证就到，直接拿永居。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 这是完美的保命符吧？连等待的代价到底要多少钱呢？今天就来深入研究巴拉圭投资者通行证到底是普通人的备胎入场券，还是富人的专属通道呢？影片最后也会谈谈还有什么好方法拿到同等的拉美入场券。Vamos。好了啦，不要卖关子，这张投资者通行证到底要多少钱呢？根据巴拉圭工商部与移民局最新的官方公告，如果想跳过2年的临时居留，直接拿永居，现在有3个选择。第一，投资政府批准的旅游业项目，达到15万美金。听到政府批准就知道，通常是指定的开发案。要是投资的那个酒店盖在鸟不生蛋的地方，以后想转手不就是亏大了吗？没错，这在拉丁美洲很常见。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15万当作换取居留权的钱，那完全没问题。来看看第2个选择，投资巴拉圭的证券市场，门槛是20万美金。3岁小孩都知道股市有风险，但巴拉圭股市怎么样的呢？据我了解，巴拉圭的股市很多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公司，是隔壁巴西或者阿根廷的企业，多数在巴拉圭都有生意。这是一个极度微型的边缘市场，有少量债券跟金融股，用大白话说就是买进容易，卖出难。如果是大心脏的钻石级玩家，20万又亏得起，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这笔钱是毕生积蓄，就请直接跳过了。换句话说，这2个选项的水都很深啊。有没有稳当一点的投资方式呢？来看看第3个选择，购买房地产，可以是住宅或者商铺，达到20万美金。不过这项政策才刚出炉，还需要观察哪些建案以及哪些区域可以购买。如果不是指定项目，而是买房就顺便拿个永居身份，听起来也算一举两得啊。这样的心态去买房，那很可能要交外国人的智商税咯。还有这种税？巴拉圭不是免税天堂吗？这不是政府收的税，是市场收你的代价。20万美金在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原本可以买到高级别墅或者2套地段很好的精装公寓，但因为这个买房办永居的政策，市面上很快就会出现一堆打广告的外国人专属建案，原本10万的房子很可能开价就会高一截了。感觉这3个选择应该是买房会比较好啦。20万买3套小公寓，1套自住，2套出租，这样就躺平当包租婆啦。虽然这笔钱放在台北或者香港来说不算是什么大钱，但在南美洲这可是一笔巨款啊！这种签证跟房地产绑定的方式，在没有完全了解之前都不要轻举妄动哦。难道巴拉圭这边的房地产也有豆腐渣工程吗？我问你，比如现在买了2套公寓，每套成交价格是10万美元，然后拿去移民局申请永久居留，你觉得会成功吗？当然可以啦，不就是刚好20万美金嘛？不然呢？不一定哦。在这里要厘清2个价格的概念，就是市场成交价，还有当地政府评估价。有差吗？成交价就是实际付给卖家的钱，但政府评估价，也就是地契上的金额，通常会比成交价低2-3成哦。哇，这坑也太大了吧！所以，如果我买了2套实际成交10万美金的公寓，结果政府评估价加起来只有15万，所以我的永居申请就不会过咯。没错，如果移民局在实务上真的要看地契上的政府评估价，而不是成交价的话，那就表示为了凑满签证规定的20万门槛，实际要掏出的购房成本可能要高达25万，甚至会更多。原来这就是不用做移民监，直接拿永久居留的代价。不过呢，也有个好处买3送1吗？
政府评估价通常跟房产税相关，价格写低了一点，那么每年缴税就少一点了。房产税还能有隐藏优惠，像我们这种只讲大白话的频道，且看且珍惜呀。各位朋友可以请我们喝杯咖啡，或者赶紧按赞订阅哦。有赖大家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独立运作。那这张20万美金的通行证，买房有外国人智商税，买股票又有流动性风险，这个永久居留权到底是卖给谁的呢？这张 Investor Pass 其实隐藏着一个隐藏彩蛋，在这份巴拉圭政府的官方公告，原文里使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字眼 Para este pasaporte， 字面意思就是为了这本护照。护照？不是只是给永久居留权吗？难道这个通行证也可以当护照用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这句话很可能只是一个代称，因为 pasaporte 也就是护照，也有通行证的意思，但也极有可能是在暗示，只要投了这20万美金，3年后就能申请巴拉圭的护照，而且不需要全年在当地居住哦。花钱买房不用做移民监，还能几年后拿护照，这套路听起来超级耳熟的啦。没错，这简直就是之前葡萄牙黄金签证的复刻版。当年葡萄牙靠这招吸纳了很多资金，但现在大门说关就关，甚至修法把入籍的居住时间从原来的5年拉长到10年。已经移居葡萄牙的人怎么办呢？不就是两头不到岸了吗？所以巴拉圭看准了机会，开了 Investor Pass 这条通道，而且有其优势。从地理位置来看，巴拉圭远离中东、欧洲、亚洲这些有潜在战争冲突的地区，拿20万买一个更安全的南美避风港门票，还顺便解锁南方共同市场的通行权。这对于有钱人来说价值非常高嘞。这样说花20万挺值得，尤其是那些玩加密货币、自动炒股的朋友，住在巴拉圭线上赚钱，线下免税。巴拉圭确实不对加密货币收税，但政府最近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只要年交易额超过5000美金，就要向官方申报所有加密货币持有量以及交易记录。不用缴税，但还要申报，这样子加密货币就不加密了耶。对啊，这就有资料外泄的可能性了。巴拉圭政府并不像那个利害国那样有滴水不漏的网络防火墙。就在2025年，多个政府机构才遭到勒索软体的大规模攻击，甚至有骇客在暗网上兜售国家电力局5万条详细的个资。如果资料外泄的话，不是直接变成犯罪集团眼中的大肥羊了吗？对啊，你以为买了个避险的门票，却反而把财富底牌露底了。这是为什么很多重视隐私的朋友现在对巴拉圭持观望态度的原因之一。另外，我注意到这个发布会竟然跑去巴西举行，这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来看一组官方数据，巴拉圭的居留申请案数量2024年是28000，2025年直接暴增到47000多，所以官方预估2026年会飙破8万申请。而在这些获批的人里面，将近60%是巴西人，其次是阿根廷跟德国人。为什么巴西人要运去巴拉圭呢？巴西可是南美大国耶，有什么不好吗？简单说就是避税啊。巴西的企业赋税极重，而巴拉圭有著名的3个10低税制，就是所得税与增值税皆为10%。巴拉圭政府知道那些有钱人的这个痛点，所以顺势就推出了这张20万的 VIP 快速通道。你看是不是很会把握时机呢？看起来他们主打欧美跟南美的邻国，葡萄牙、巴西都照顾到了，那我们华人去申请也可以吗？那要看看你手上护照的颜色了。巴拉圭与中华民国台湾有邦交关系，如果持有台湾护照，申请巴拉圭的居留权会很顺利。换句话说，如果持有的是中国大陆护照，就没那么简单哦。审查难度会直接增加到地狱级别。
所以对于那些想避开地缘战争风险的台湾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避风港门票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坑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以为花了20万拿到了身份，每年只要去巴拉圭度个假，住上1个礼拜，就可以拿到税务居民的身份，跟原来高赋税的国家说拜拜，从此就不用交税了。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诶，那些欧美人士不都是这样操作的吗？原来行不通吗？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在巴拉圭建立真实的连接，比如在那边生活，有真实的消费，长时间居住，你原来居住的国家可以判定你在假移民真逃税，很可能对你追征税款哦。今天一路聊下来，感觉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啊。不过，如果我们普通人没有20万美金，还有其他拿同等身份的方法吗？有，这也跟最近一个网络传言有关。网络上有人说，原本巴拉圭的衰血投资移民计划被取消了，这并不是事实。旧版的衰血依然存在，实物投资金额7万美金的门槛也没有翻倍。所以，如果资金不够，但愿意在当地开公司雇佣员工，还是可以用7万美金左右的成本拿到巴拉圭永久居留权哦。没错，巴拉圭政府推出20万美金的 Investor Pass， 是给不想麻烦、不想等待、只想走 VIP 快速通道的朋友。如果愿意花时间经营，原本的投资管道依然存在。我们之前有影片详细聊过巴拉圭的衰血制度，或者是厄瓜多、阿根廷普通人的移民方案，按画面上的影片继续深入了解吧。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早早，拜拜。